哦，Go！ 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在正式发售之前我就已经下单预定了，但是直到今天才收到的难产版的最新款 iPad Pro 2020。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评测所以这一次我们开箱和上手体验的部分会简单一点更多的会是来聊一聊现在 iPad 到底能做什么或者说适合做什么，以及结合我这么多年来苹果设备的使用经验来尝试去探讨一下它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OK， 那么赶紧来开箱。这次我们不用准备刀因为现在苹果产品的这个包装、这个开箱体验还是做得挺好的只需要这样子，然后两边这么一提整台机器就凸出来了，然后抽出来，awesome。这是我购买的型号是12.9寸的 WiFi 版，容量是128GB 的借用了一下别人的教育优惠，最后是7099元到手。这一次的新款 iPad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提升，就是基础配置的硬盘容量从64GB 提升到了128GB我觉得除了是需要重度使用视频剪辑的用户以外已经完全够用了，毕竟 iPad 的软件是会比较小一点的。好，继续开箱。也是不用刀。好，传说中的这个阻尼不会是买到假的了吧？Amazing， 一块板，传说中的赶工难产版，放一边。配件，没什么人看的说明书有贴纸不亏，然后国行的3包凭证。Type C 到 Type C 的数据线，以及这个算不算万年不变？但是功率只到18瓦的充电器应该不会用它的了。好，撕膜，好，跟上一代除了这个浴霸以外，好像没啥差别。OK， 配置完了，那么先来快速的过一下 iPad 2020的升级点。整体看下来，这一代的 iPad Pro 可以简单理解为上一代的挤牙膏加降价也就是 iPad Pro 2018 Super， 一样的屏幕，一样的机身设计，一样的厚度，一样的接口，一样的重量。新的 A12Z 其实就是上一代的 A12X 多开放了1颗显卡核心，而原本的 A12X 本身的显卡就已经是7核心的了，它的显示性能在平板之中也已经是一骑绝尘。A12Z 的 CPU 部分和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整体的散热略微加强了一点点连热管都没有加。iPad Pro 旧款的性能就已经足够强悍了，新的处理器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所以我连跑分软件都懒得去下载了。iPad Pro 的瓶颈也不是在性能这一块，新一代在运行内存方面的改动，我反倒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这一代即使是最低容量的盖板，都是搭配的6GB 的运行内存。根据 iOS 的多任务管理机制，更多的运行内存就可以减少系统杀后台的概率，也就是减少软件切换时重新载入的次数，对使用体验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iPad Pro 2020多送了一颗广角的摄像头，但是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并不会拿 iPad 来拍照，就算是扫二维码，我也是宁愿拿更轻便的手机，而不愿意去搬动这么重的一台设备。在摄像头旁边还新增了一个 LiDAR 激光雷达，在测距和 AI 应用方面会有着更好的表现。但是目前能用到这个东西的软件还是比较的少，对于我来说也只是能让我更好的云体验一下我买不起的 Mac Pro 而已。新的 iPad Pro 在麦克风方面也有进行增强，机身上面的麦克风数量增加到了5个。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之中，即使录音的品质开到了无损，我感觉对比专业的录音设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没有苹果说的那么 Pro。最后一个升级的地方是无线网络支持了最新的 AX 协议，也就是升级成了 WiFi 6，内网文件的传输速度有明显的提升。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支持到160兆赫兹的带宽，也就是最大的速率被限制到 1.2Gbps。总的来说，如果你已经有了 iPad Pro 2018，而且用着觉得已经挺舒服了，那么就没有必要专门去升级成新款。在最新的13.4版本的 iPadOS 里面，还新增了对鼠标的完整的支持。在之前的版本里面，鼠标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是模拟手指的操作的。而在新版里面，已经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点击右键以及一定的手势了。
虽然这种滑到屏幕边缘还要再滑一下的手势，始终让我觉得是专门为触摸板设计的。经过我的测试 ，iPad 对别家的鼠标的支持还是挺全面的无线的、蓝牙的、有线的，全部都可以正常使用。在设置里面也可以对鼠标上面的按键进行自定义实现一些比较方便的功能。但是目前 iPad 对第三方鼠标和第三方触控板的滚轮的支持比较糟糕滚动起来比较的卡顿手感比较的差。目前据我所知，只有苹果自家的鼠标和触控板才可以实现比较流畅的滚动，而且只有支持横向滚动的鼠标才能在桌面实现比较流畅的翻页不然你就只能去点下面的3个小点点的旁边来翻页了。即使是苹果自家的鼠标，目前的支持也不算是很完美原本这个 Magic Mouse 在 Mac 上是支持双指的手势的比如2个手指轻点双击是可以打开多任务管理的现在在这里 iPad 上面就只剩下一个滚轮功能了。总的来说 ，iPad 在支持了鼠标之后进行一些精细的编辑操作变得更加轻松了打完字之后，手只需要移到旁边就可以翻页、点击什么的不需要每次都抬手再伸老远了。想点一些细小的东西也不用专门去拿笔了。配合上键盘的快捷键之后操作的效率确实提高了很多。但是系统对鼠标的支持还有待完善，同时很多第三方软件对鼠标的支持也不咋地也要等他们的更新。看完了新的东西之后，接下来就要聊一聊 iPad 现在的情况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点是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去折腾一台娱乐设备一块压泡面的盖子？为什么要强迫它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首先来讲优势的方面iPad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它的便携性。12.9寸的 iPad Pro 重量只有600多克11寸的更是1斤都不到，只有400多。同时，虽然它的机身这么的轻薄，但是它的性能却一点都不含糊。我们之前测试过搭载锐龙 4500U 处理器的轻薄型笔记本虽然是6核心的处理器但是依然无法进行4K 视频的剪辑，只要稍微调一下色，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卡顿。而这么一台泡面盖却可以轻松的剪辑我们的富士 X-T3 拍摄的4K 60帧的视频素材。甚至2个4K 60帧的视频轨道在套了 LUT 调了色再进行了旋转等变换之后，依然可以进行流畅的播放。但凡做过4K 视频剪辑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有多高。甚至它还可以直接剪辑松下 SEH 拍摄的6K 分辨率的视频素材。iPad Pro 它的处理器本身就已经十分的强悍，再加上苹果在软件方面的优化。至少在特定的领域，它是可以直接对标2-3公斤重的游戏笔记本的。甚至就连我这一台1500块钱从闲鱼上面收回来的当做提词器用的旧款的 iPad， 它都能剪辑单条轨道的4K 视频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扯淡？虽然剪起来有那么一点卡顿，但是流畅的剪辑 1080P 的视频是没有问题的。在性能强悍的同时，它还有着不错的续航，所以至少从硬件上来看 ，iPad 确实是一台非常适合带出去在外面使用的个人电脑。是的，我很早就下了单的这个苹果的 Magic Keyboard 终于收到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做过开箱和评测了。总的来说，它的按键手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并不会让人觉得键程很短，打起字来非常的爽快。虽然它上面的触摸板面积是比较的小，但是定位的准确度和手感都挺不错的，手势的识别也非常的灵敏，是苹果加触摸板一贯的味道。它磁吸式的组合非常的牢固，作为支架给人的印象也是相当的可靠。背后甚至还有一个苹果的 logo， 但是重量也是真的重。拿在手上倒还好，不太觉得，但是放在包里面就相当于背了2台 iPad Pro 这个便携性立马就打了折扣。然后价钱也是真的贵，要2000多块苹果它可能是这么算的它家旧款的键盘要1500，然后苹果家的触摸板要900多块钱，然后苹果的支架皮套什么的还要几百块钱，所以他就觉得这么一套打包给你卖2000多就很划算了。不过好在 iPad Pro 并不是一定要配这个 Magic Keyboard 适用于新版 iPad Pro 的旧款的智能键盘双面夹还是有在卖的，那个挺新的，只不过那个键盘也要1000多块钱，而且那个手感跟敲木头似的。
淘宝上面也有第三方的键盘，但是它们都是蓝牙的都是有自带电池，它们都要比苹果旧款的智能键盘双面夹要重所以华强北求力高不要再去搞什么假的 AirPods 了，赶紧把那3个触点给破解出来吧。OK，Magic Keyboard 的插曲过去了，我们继续回来看 iPad 现在的第2个优势简单易用。iPad 的易用性是通过2个层面来实现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操作系统。iPad OS 是从 iPhone 的操作系统 iOS 上面发展过来的它继承了 iOS 的特点操作比较简单简洁同时是基于直觉的，学习的成本会比较的低。第2个层面就是软件方面的首先苹果对软件的安装进行了比较强硬的控制，你只能通过 App Store去下载通过了苹果审核的软件。这种封闭式管理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的抑制垃圾软件和病毒，于是你就可以不用太操心系统方面的事情不用去装杀毒软件，不用清理垃圾不用去找运行库不用去下载驱动什么的维护的成本可以有效的降低。正版软件的获取也变得容易了，你不需要再到搜索引擎上面去翻去找去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官网。同时，移动端的软件很多时候会对功能操作什么的进行一定的精简并且把界面按钮什么的设计得更加的人性化并且会做好新手的引导也就是更加的容易上手。我们大家都是喜欢简单易用的东西毕竟功能复杂就意味着学习的成本会很高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专业的摄影机，它的功能齐全，接口丰富，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用手机来拍照和录像。当然，精简也就意味着一些功能的缺失，而这些功能对你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等下放到 iPad 的缺点的部分一起来讲。iPad 的第3个优势就是它的系统以及软件都对触控有着非常良好的优化。系统以及苹果自家软件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触控和人性化的操作一直是苹果强项中的强项。同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触屏是 iPad 唯一的输入途径和操作方式虽然现在支持了鼠标和触控板，但是触屏依然是首选，所以第三方软件也被迫要对触屏有很好的优化。就连 Clip Studio Paint 这种完全照搬桌面版界面的软件它也会增加一排虚拟按键，方便你触屏操作。也就是说，你不接鼠标，不接键盘，完全把它当成普通的平板来使用用它看网页、看文档、看视频用手写笔写画画、玩游戏，使用触控的软件，它依然是非常好用的毕竟它本来就是平板嘛。对应的，很多人在提到平板电脑的时候，都会提到 Surface Pro， 而实际上我在 Windows 10还没有推出之前就已经在使用 Windows 平板电脑了。但是 Windows 系统对触摸屏的优化只能说是一言难尽。确实，它是支持触摸的滑动、缩放等操作的，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平板模式。但是实际用起来就会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这个资源管理器，你会发现按钮非常的小，完全不适合用手指去点击。右键菜单它又把选项间隔拉开，方便手指操作，但是它不支持滚动，你要看一个属性，还得翻到很下面才可以，而且这里面的按键依然是桌面版的小号的。Windows 平板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触屏并不是 Windows 首选的输入方式所以大多数的软件并不会针对触屏进行优化。微软推了好几年的 UWP 应用也没有成功，没有多少开发者响应，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能接上鼠标键盘把它当成一台支持触屏的笔记本来使用。就连微软自家的 Office 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微软它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即将推出的 Windows 10 X 上就针对触屏进行了优化，比如对资源管理器进行了简化什么的具体的使用效果就要等出来才知道了。iPad 的第4个优势就是它有着平板电脑之中比较好，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软件生态。相对于安卓平板 ，iPad 有着更大的用户数量，同时像前面所说的那样iPad 的软件下载途径被限制到只有 App Store。于是，给 iPad 开发的软件就会有更多的人下载购买，也就更容易回本赚钱所以开发者也更愿意给 iPad 开发软件。所以很多软件会有专门的 iPad 版，比如刚才演示的 Clip Studio Paint 但是你却找不到适合安卓平板使用的版本。而更加雪上加霜的就是谷歌自己对平板市场也是属于半放弃的状态。iPad 的第5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享受到苹果的生态链。如果你除了 iPad 以外还拥有 iPhone、Mac 等其他苹果设备的话，会发现它们协同起来工作会非常方便。资料、文件、剪贴板，甚至短信、电话、后台正在运行的软件都可以通过 iCloud 进行同步，连接 AirPods 之类的配件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目前只有苹果拥有这么完整的一套生态链安卓没有桌面端，微软没有移动端你说他们会不会哪一天联合起来呢？
iPad 的最后一个优势就是它是一台大号的手机啊，对你没听错，我把大号手机归到了优势的这边。这虽然听上去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扯淡，但是原理其实很简单。在10年前 iPad 刚刚推出的时候，大号手机那是绝对的缺点，因为当时的手机性能弱、软件少，大号手机就意味着能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但是现在10年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变了啊！当年高高在上的智能手机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很多人他可以没有电脑，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手机。现在手机的用户数量已经远远的超出了电脑。根据我们 B 站后台的视频播放量数据统计啊，来自移动客户端的点击量已经达到了70%几，而 PC 端只有20%几啊。要知道，我们还是一个专门做电脑相关内容的频道。正是因为这个用户数量的巨大差异啊，很多开发者他是更愿意给手机制作软件，甚至现在有一些软件它是只有手机版没有电脑版了啊，比如闲鱼和各种手游，包括手机版的微信，它的功能也比电脑版的要强啊。另外，我之前那家公司的 OA 系统都有专门推出手机版的。而且现在手机的性能越来越强，其实很多工作已经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完成了，比如文档编辑、图片处理什么的啊。现在制约手机最大的因素，可以说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屏幕了。想要在上面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啊，是非常的累的，要想进行精致的编辑操作也是实现不了。而 iPad 它继承了手机的优势，同时它刚好有一个大屏幕。iPad 它的操作逻辑和手机是一样的，会用手机的人也会用它，同时它也能享受到手机的软件生态优势。就算一个软件它没有专门的 iPad 版啊，但你至少也可以直接运行 iPhone 版，那也是能用。OK，iPad 行的地方已经聊过了，接下来就要聊聊 iPad 现在不行的地方了。iPad 现在的第一个缺陷就是多任务管理。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对于软件打开默认全屏并没有什么意见，人一次是只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的啊。我个人在使用32寸的大屏幕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只开一个窗口，更不用说在这种屏幕其实不算大的设备上面，窗口开多了，字会变小啊，反而会很难看清。现在 iPad 也是支持分屏的，关键在于多窗口操作的效率比较低，逻辑也比较混乱。想要分屏，你需要滑出 Dock 栏，按住软件一阵子，然后拖出来啊，速度非常的慢。而且如果一个软件在 Dock 栏上面没有，你还拖不出来，你还得先返回桌面，打开那一个软件啊，再把刚才的软件给它拖出来。同时，你把一个软件设置成浮动窗口之后，它是会自动记住这个状态的。比如你在写文件，然后打开了小窗口，用浏览器查了一下资料，然后文件写完了，你突然想看一下视频啊，你再去打开浏览器的时候，它默认还是这个状态，就不是全屏的。于是你就要先返回到桌面啊，然后再打开这个浏览器才是全屏的。很多时候你会忘记一个软件你是开的全屏的还是窗口化的啊，在 Dock 这里也看不出来，于是就会经常出现一个软件的打开方式和你想要的不太一样，要调整它也比较麻烦。苹果它应该是想保留手机式的单窗口的简单的操作啊，来适应手机用户、新手用户啊，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多窗口的操作来。但是苹果做出来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增加了鼠标键盘之后会好上那么一点，但是对比 Windows 和 Mac 还是要差上一些。iPad 现在的第二个不足之处就是这个文件系统。自从去年 iPad OS 更新了之后，现在 iPad 已经支持 U 盘了，也支持 SMB 共享的访问了，可以直接访问 NAS 了。但是这个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软件它还是挺多问题的啊，比如从 U 盘或者 NAS 那边复制软件过来的时候啊，很容易就会卡死。然后 NAS 上面的文件目录又不支持收藏等等啊，总之我觉得这玩意还没有第三方的文件管理好用。而第三方的文件管理虽然它更稳定、更好用，但是它的权限以及跟其他软件的关联互动的等级肯定是没有系统自带的高的。总之，这个文件管理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赶工出来的，估计下一个版本的 iPad OS 第一个要料理的就是它。然后文件系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软件方面的。虽然现在 iPad 上面的软件已经是可以直接打开和编辑存在 U 盘上面的文件了。但是 iOS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要求软件一定要把文件存在自己的目录下面。比如 LumaFusion， 你就需要把所有的视频素材都导入到这个软件里面之后啊，才能进行视频的剪辑啊，就不能使用高速的 SSD 来进行扩容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iPad OS 现在对 U 盘的支持还不是很好啊 ，LumaFusion 怕影响性能，所以才没有去支持的。我看到现在很多的文档编辑软件以及图形编辑软件都已经是支持了啊，所以这也算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吧。
刚才 iPad 的那2个不足之处都还是忍一忍，可以将就着用啊，以及以后的系统更新是有机会改善的啊。但是接下来的第3个问题就比较严重而且难搞了，那就是专业软件的缺乏。虽然 iPad 的软件生态在平板之中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同时它还有着可以使用手机软件的优势啊，但是啊，毕竟在过去几十年之中 ，Windows 电脑可以说是唯一的个人电脑的选择啊，最多再算上一个 Mac。于是，专业软件就只能推出在那1-2个平台上面。同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iPad 它并不支持鼠标这一类比较精确的输入设备啊，所以一些要求精细操作的软件是没有办法移植上去的啊，即使移植了，也是比较精简的版本。所以，很多行业的软件在 iPad 上面是找不到的，就算有可能也会缺失比较多的功能。而如果这些功能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这台 iPad 你买回来是干不了活的，那当然是只能爱奇艺了。所以，并不是任何人都适合直接把 iPad 或者 iPad Pro 当做主力的电脑来使用啊。毕竟每个人的工作的性质、内容都不太一样，对软件、对电脑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如果你平时主要是长时间的待在办公室里面啊，认真的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那么台式机加上大的屏幕或者是多个屏幕，那肯定是更加的适合你。而如果 iPad 上面的软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你又有移动办公的需要啊，比如经常需要出差或者是到现场进行一些处理工作什么的啊，那么 iPad 就是一台不错的便携式电脑。比如媒体工作者，你外出取材，白天要进行拍摄工作啊，晚上要在酒店把视频剪辑出来的话啊，背这台东西总比背一台2-3公斤的大电脑要舒服得多。还有摄影师在外面拍完照片之后，可以立马把东西导进 iPad，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进行修图工作，然后马上就可以给客户看啊。要知道现在就连入门级的便宜的 iPad， 它的屏幕色准都是不错的，也支持手写笔。又比如学生党可以很方便的把 iPad 放在包里面啊，带去课堂、图书馆，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资料查阅、记笔记什么的啊。现在也确实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同时，你也不需要花功夫去学电脑怎么用，毕竟要学的东西已经挺多了啊。然后也不需要分心在电脑的维护管理上面啊。虽然 iPad 其实有其他更多的容易让人分心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现在 iPad 上面在一些比较通用的领域上的软件的实际情况啊，方便大家了解一下现在 iPad 上的软件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啊。同时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软件推荐吧啊。其实现在 iPad 上面能做的事情已经挺多的了。首先要说的是 iPad 目前做的最好的图像处理领域啊，因为在几年前首代 iPad Pro 发布的时候支持了这个触摸笔，所以很多这一类相关的专业软件都开始搬了进来。首先是比较多人听说过的 Procreate， 作为一款偏向于手绘的软件，它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笔刷功能啊，不光内置了很多种，而且还可以导入第三方的，同时也有完善的图层功能以及一些基本的滤镜等操作。过来是比较常用的照片处理软件 Lightroom， 我们测试过不同相机拍摄的RAW文件啊，它都是可以直接导入处理的。RAW文件相关的各种调整，它基本都有，而且它也支持复制设置，然后批量粘贴，也就是方便批量修图。过来是每次有人提到 iPad 上面的软件功能少，就会被拉出来鞭尸的 Photoshop。这玩意功能少，可能连 PC 版20%都没有，然后没有国区，你去日区下载的话，它甚至连英文都不支持，还动不动就弹出一个，这个功能在移动设备上面不支持，就这样，它每个月还要收你很贵。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这个 Affinity Photo， 各种编辑工具就不说了，图层、颜色、画笔啊，画笔是支持导入导出的，调整、滤镜、图层特效、字体。通道管理、变换，各种专业的功能一应俱全。快捷键的支持也比较完善，和 Photoshop 的使用习惯比较接近，而且按键是可以自定义的。根据我的测试，它起码支持 Photoshop 80%到90%的功能啊，包括蒙版、抠图之类比较复杂的操作，它也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它也支持 PSD 文件的导入导出啊。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软件它是买断制的啊，只要100多块钱而已。再过来就是在专业绘画领域上用的比较多的 Clip Studio Paint。这个软件介绍起来就比较简单了，他们直接把桌面版给搬了过来。这个软件它支持普通的插画绘制，也支持漫画带自动分隔那种和动画，有不少日本的动画公司是有在用这个软件的。这个软件目前只有日区有提供下载，淘宝一个日区的账号只要几块钱，然后一个新账号有3个月的免费试用，接下来你懂的。矢量做图和设计软件方面，虽然现在还没有 Corel Draw 和 AI， 但是有同样来自 Affinity 公司的 Designer。从左右两边的这对图标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软件。同时，它支持 AI 文件的导入EPS 文件的导出
而且它同样是买断制的，也是比较便宜。它和 Affinity Photo 一样，都是有 PC 版的。字体可以用 iFont 导入，包括微软雅黑也是塞得进去的啊。只不过这个东西版权在方针手上随便上用是会侵权的。CAD 其实 AutoCAD 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出在 iPad 上了，只不过从评分也可以看出并不怎么好用。如果你是想到工地现场看图的话，国产的 CAD 看图王说不定更合适，还支持天正呢。3D 建模类的软件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 Shaper 3D 不过功能依然是比较的简单。像纹理材质之类的，它也不支持，最多就调一个颜色不过它的操作和上手比较简单，进行快速的原型设计或者是简单建模之后切片导出到 3D 打印机倒是比较方便的。视频剪辑类的软件，目前在 iPad 上面最强的是这个 LumaFusion。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它可以轻松的剪辑 4K、6K 的视频文件，同时它也支持变换简单的动画、音频调整、色彩调整等常用的功能。同时，它也支持导出到 FCPX 的 XML 项目包在这边初剪完成之后，可以导出到 Mac 电脑那边进行精细的修剪。复杂的特效动画软件目前据我所知在 iPad 上面是没有的。不过对于网络自媒体视频、个人 Vlog 等来说，这个软件是基本够用的。我看过很多比较大的 UP 主他们的视频，剪辑手法其实并不会很复杂主要还是看内容。另外一个 iPad 比较强的领域就是音乐创作方面。iPad 上面有苹果自家的酷乐队，它操作简单直观，上手容易，而且功能也非常的强大。我自己曾经也在这个软件上面制作过游戏的 BGM。iPad 上面也有电子乐器公司Korg 家的 Gadget 编曲软件，以及鼎鼎大名的水果 FL Studio， 这些都是功能非常专业的编曲软件。而且 iPad 是支持专业声卡的。对于大品牌的声卡，比如我这个 UMC 404HD 只要直接 USB 接上去。不需要装驱动，它直接就能识别出来。然后在编曲软件里面就可以识别出这个专业声卡的输入输出了。同样的 ，iPad 对于 MIDI 乐器的支持也是相当的不错。我确实在蛮久之前有亲眼见过有乐队使用 iPad 来进行现场演奏的控制混音什么的。接下来就是可能是最多人在办公中会用到的软件Office 套件了。Word 因为这个软件本身功能相对简单一点，所以 iPad 版的功能缺失也没有这么严重。我对比了一下桌面版，大概80%左右应该是有的像引用之类的一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就还是有缺失的，而加载项之类的功能就已经支持了，像翻译数学公式什么的都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一直很想吐槽的功能这几天它居然刚好就加上了就是可以同时开2个 Office 文档的功能。这个在去年6月份的 WWDC 上面就已经公布了的功能微软到了今年5月份才终于支持了，而且还不是完全支持，现在只有 Word 和 PowerPoint 支持Excel 是不行的。国产的 WPS 都比较强。PPT 里面动画相关的功能会比较简单，像比如自定义轨迹运动什么都是没有了。Excel 公式方面的功能倒还好，我对了一下还是挺齐的但是图表相关的功能缺失就比较严重了。你只能使用软件里面自带的样式和布局。如果你想对表格里面的元素进行一些微调你会发现基本上是点不到的，只有标题还可以调一下。使用软件自带的功能倒也还算是可以做出清晰整齐的图表但是如果你想更多的自定义就没有办法实现了。看过前面那些功能更加强大复杂、对性能要求更高的软件之后大家应该也能明白 ，iPad 上面的 Office 之所以有功能的缺失，并不是说它的性能不够强、带不动什么的完全是微软没有把那些功能移植过来而已。在这个地方，我估计微软也是挺纠结的。首先，他们也想多卖出几份 Office 多赚一笔钱，但是同时Office 是 Windows 平台上面杀手级的软件，如果 iPad 版的 Office 功能太强大的话，又有可能威胁 Windows 的地位。当然，虽然这个 Office 是微软以傲娇扭捏的心态做出来的但是你在外面看一下文件、看一下报表、应急的码一下字整理一下数据，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要讲的软件领域就是编程方向了。是的，你没听错 ，iPad 其实是可以编程的。目前能在 iPad 上面进行编程的语言 IDE 什么的，主要分成2类一类是 Python、Lua 之类的脚本语言。iPad 上面像 Pythonista 之类的软件已经内建了完整的 Python 解释器你可以在上面运行各种类型的软件比如下载文件获取别的软件的图标甚至可以在 iPad 上面运行一个服务器。你也可以手动添加 Python 的模组，而且因为它的文件是可以存在 Pythonista 的外面的所以你可以通过其他的软件把这些文件跟你的 GitHub 语言进行同步，也就是说是可以把它放到正式的开发项目里面去用的。
然后因为 Python 是世界上最好用的编程语言，所以其他的编程软件就不重要了。而第二类就是 iPad 本身无法直接运行，需要把开发环境布置到远端的服务器上面的。比如 MATLAB 就需要连接到官方的云服务，或者是连接到你自己用其他电脑搭建的服务器。又比如 Code Server， 你是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来进行访问的。你在自己的台式机上面搭一个服务器，或者用很便宜的价格去租一个阿里云之类的 Linux 服务器就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编程了。只要有一个浏览器自动查错关键字高亮语法提示什么的，就都可以实现了。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B-Link 之类的 SSH 软件连接到你的服务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使用 VIM。iPad 上面的编程开发之所以这么麻烦，是因为苹果希望可以控制软件的来源，它不希望你去运行一些没有经过审核的软件因为那样有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不过最近苹果的态度其实已经放松了非常多了，我记得最初是连脚本解析器都不允许内置的，而且前不久苹果还把他们自家的新手编程学习软件 Playgrounds 给移植了上来。最近也有新闻说，苹果准备要把自家的专业音乐软件 Logic Pro 10以及专业的视频剪辑软件 FCPX 搬到 iPad 上面，我觉得这个可靠度是非常之高的。就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 iPad 进行图像、音乐、视频等方面的艺术创作，而这一块正好就是苹果家电脑的立命之本，是饭碗。苹果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把这么一块给让出去。然后从去年 iPad 对操作系统的调整，一直到今年支持触控板、支持鼠标，我觉得苹果对于 iPad 的定位其实已经做出了调整。在乔布斯发布第一代 iPad 的时候，是想作为手机和笔记本之外的第三块屏幕来使用。但是随着 ARM 移动处理器的性能越来越强，苹果已经开始有了想把 iPad 往一般人用的主力电脑上面去推的意思了。这里我认为有2个理由推动着苹果这么去做第一个就是 iPad 原本的定位。娱乐和简单的辅助设备的市场已经饱和了苹果要想发展它，就需要扩展它的用途。第二个理由就是 iOS 其实更容易实现对 Windows 的逆袭。看前面的那张图也可以知道，苹果的 macOS 经营了这么多年但是市占率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而 iOS 现在已经有接近 Windows 一半的占有了。而且 ARM 处理器可以把机器做得更便宜，可以覆盖苹果之前接触不到的电脑市场。所以我认为可以帮助苹果把 iPad 变成普通人的主力电脑这一个目标的其实并不是这台 Pro， 而是这台便宜的普通 iPad。一台入门级的 iPad 加上一个200-300块钱带有触摸板的键盘保护套，再加一支100多块钱的笔，你就获得了一台简单易用、方便打理超级便携、续航还 OK， 还支持手写记录的轻薄笔记本。再加上很多人他其实本身就已经有 iPad， 他只需要买配件就可以了。它对 Windows 笔记本的威胁程度比那台起步要6-7千全套配件要差不多上万的 iPad Pro 要大得多。如果苹果推出一台使用 A12、A13手机版不带后缀的处理器的12寸左右的 iPad 价格压低一点点，那这个战斗力就非常的可观了。以及有人说 iPad 这么搞会挤占 MacBook Air 的市场其实从之前 iPhone 干掉 iPod 就可以知道苹果并不担心这种事情。MacBook 换成 iPad， 那始终也还是自己的东西，无非就是左手到右手而已，怎么样也比让别人占据要强。OK， 那么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好长，终于结束了记得点赞订阅，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